如果中國是一條龍，甘肅就是那根最長、最硬、最不肯彎的脊椎骨。它瘦得像一把刀，橫在中国的西北，全長1600公里。但我猜，如果我现在問你甘肅長什麼樣，你腦子裡跳出來的大概率只有4個字：黃土戈壁。今天我要用這個影片把這4個字從你腦子裡徹底刪掉，因為在這把刀上藏着地球上最不講道理的14片風景。有山會開出7種顏色，有泉在沙漠中央活了2000年不乾，有一片森林比九寨溝還綠，還有一面牆藏着整個中亞文明的美。今天我要給他們排個名，從第14名一路倒數到第1名。我先把話放在這，第1名不是七彩丹霞，不是月牙泉，也不是嘉峪關，它是一個我們民族心裡最亮也最痛的地方。看完第1名，我保證你會想立刻訂一張去蘭州的票。這裡是愛旅遊頻道，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視頻。如果你有想看的內容，歡迎在評論區留言。第14名，美人草原。我們從第14名開始。甘南合作市往南30公里，美人草原。第一個反常識來了，很多人不知道甘肅是有草原的，而且不是一點點。甘肅的天然草原面積在全國排得進前5。你以為的黃土高原，它的南邊鋪着一整片高原牧場。美人就是其中最原始的一塊。它排在最後1名，不是因為不美，恰恰相反，它可能是這14個地方裡最乾淨的一個。沒有圍欄，沒有觀景台，沒有收費站。你從省道上下來，往草地裡走100米，回頭公路就已經看不見了。這裡海拔3000米，空氣稀薄，天空的藍會濃到失真，雲低得像伸手能碰到，他們在草地上投下巨大的移動陰影，那些陰影跑得比車還快。但我把它放在第14名，是因為它藏着一個信號，一個不太舒服的信號。夏天你去會看到一種白色的花，成片成片的開，非常好看。它叫狼毒花。這種植物是有毒的，牛羊都不吃。所以當它開始大面積佔領草場，通常意味着一件事：這片草正在退化。美有時候是一種警告。過度放牧、鼠害、氣候變化讓草原的承載力在下降。所以近些年，甘南推行了大規模的草畜平衡措施，減少牲畜數量，劃區輪牧，退牧還草。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一個牧民要主動減少自己的牛羊。你可以想象那種掙扎。牛羊是他的存款，是他孩子的學費，是他全部的安全感。
而現在有人告訴他，為了這片草10年後還在，你今年要少養20頭。很多人做了。我們在城市裡談環保，談的是垃圾分類，少用塑料袋。在3000米的高原上，環保是要從自己碗裡往外拿肉的。所以，當你站在美人草原，看着那片綠一直鋪到天邊，請記得，這片沒有邊界的綠是有人用邊界換來的。第14名，我們看的是自然的遼闊，而第13名是同一種遼闊，但它多了一樣美人沒有的東西。幾十匹馬同時起跑，那個蹄聲是從地底下傳到你腳心的。整片草原都在抖。第13名，桑科草原。第13名，甘南夏河县桑科草原。它比美人有名，因為它是大夏河的源头之一，也因為它離一座著名的寺院只有10幾公里。很多來朝聖的人會順路在這裡住一晚。桑科在藏語裡的含義與部落聚集之地相關，這不是隨便取的名字。歷史上，這片水草豐美的谷地一直是安多藏區最重要的游牧集散地之一。每年夏天，四面八方的部落會把牛羊趕到這裡，交換物資，交換消息，交換婚姻。所以，桑科草原從來不是一片荒野，它是一個市場，一個議事廳，一個相親會場。這個傳統今天以另一種形式活着——賽馬會。騎手大多10幾20歲，不用馬鞍，整個人趴在馬背上。你在現場看，最震撼的不是速度，是聲音。幾十匹馬同時起跑，那個蹄聲不是從耳朵進來的，是通過地面傳到你腳底的。整片草原都在抖。圍觀的老人会站起來喊，他們喊的不是騎手的名字，是家族的名字。在這裡，一個人的勝利永遠屬於一個更大的單位。而入夜之後，桑科會變成另一個地方。海拔3000米，幾乎零光污染。銀河會從東南方向升起來，橫過整片天空，清晰到能看見暗帶的結構。我認識一個從上海來的年輕人，他在桑科的帳篷外坐了整整1夜。第二天，他跟我說了一句話，我一直記到現在。他說：“我今年31歲，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看見銀河。我們造了那麼多燈，最後把星星弄丟了。”接下來的第12名會讓你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省，因為甘肅在所有人印象裡是黃的，是乾的，是缺水的。可這個地方有100多個湖，而且它的水是綠色的。第12名，關鵝溝。第12名，甘肅隴南探昌縣關鵝溝。先糾正一個讀音，這個當字讀蛋，
很多人讀錯，但你不該錯。因為1500年前，這裡有一個國家就叫探昌國。南北朝時期，氐族人在這片山谷裡建立政權，存續了將近200年。它太小了，小到在正史裡只有寥寥幾筆。但它留下的血脈、語言和習慣一直活到了今天。關鵝溝就在這個古國的腹地。我要先說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隴南其實不屬於我們印象中的西北，它在秦嶺以南，屬於長江流域。這裡的年降水量比不少南方城市還高。竹子、茶樹、油橄欖在這裡都能長，所以甘肅從來不是一種氣候。它從最南端到最西端，跨越了亞熱帶、暖溫帶、高原寒帶。你在一個省裡可以同時找到江南和大漠。關鵝溝全長30多公里，從溝口到溝尾，海拔爬升超過1000米。也正因為這個落差，你能在1天之內走過溫帶、寒溫帶和高山寒帶，腳下是核桃樹，抬頭是雪線。這裡有100多個海子。海子是西北人對高山湖泊的叫法。他們一輩子沒見過海，就把最美的水叫成海。關鵝溝的水是那種不真實的藍綠色，原因其實很物理，山體富含碳酸鈣，水流經過時溶解了鈣質，形成極細的懸浮微粒。陽光照進去，短波長的藍綠光被反射出來，長波的紅光被吸收。所以這個顏色本質上是礦物和光的合謀。但當地人不這麼解釋。他們說，很久以前有一對青年，男的叫關朱，女的叫娥曼。他們相愛，卻被土司拆散。2人從崖上跳了下去，眼淚匯成了這一溝的湖水。我不打算考證這個傳說的真假，因為傳說本來就不是用來求真的，它是用來安放情緒的。你想想看，在一個交通閉塞、天災頻發、活着就很難的山谷裡，人們編出這樣一個故事，是想說什麼？他們是想說，我們這裡的美是有代價的。我第一次聽完這個傳說，再看那片湖，感受完全變了。水還是那個水，但它突然有了重量。這就是我做這條視頻最想告訴你的事。風景本身不會打動人，打動人的永遠是風景裡活過的人。關鵝溝的水是溫柔的，但第11名的水是暴力的，因為切開那片風景的是黃河。他花了400萬年，把一整塊石頭台地一刀一刀削成了一片森林。第11名，黃河石林。第11名，甘肅白银景泰縣黃河石林。這裡的石頭不是山，是林。200多米高的石柱，呈
成千上萬根，像被誰從地底下一根一根插上来的。它們的名字都很直白：大象吸水、木龍宫、猎鹰回头。当地人不懂什麼叫地貌學，他們只是照着形狀叫。這些石柱的年齡大約400萬年。400萬年前，這裡發生了一次劇烈的地壳抬升。原本堆積在盆地裡的礫岩層被抬到高處，然後風來了，雨來了。最重要的是，黄河來了。誰往低處走，走了400萬年，把這塊石頭抬地，一刀一刀切成了今天的樣子。所以嚴格來說，黄河石林不是長出来的，是剩下来的。它是被水带走之後那些沒被帶走的部分。我特別喜歡這個視角。我們總以為塑造世界的是那些堅硬的東西，石頭、金屬、力量。但你站在這條峽谷裡就會明白，真正雕刻了這一切的是最柔軟的水。水從不跟石頭正面衝突，它只是一直流，一直流。400万年後，它贏了。峽谷底下有一個村子，叫龍灣村。300多戶人家被黃河和石林圍在中間，像一個與世隔絕的口袋。這裡的人出行，直到不久前還靠2樣東西：驢車和羊皮筏子。羊皮筏子是黃河上最古老的交通工具之一。一整张羊皮包下来，不能有破口，充上气，10幾個連成一排，人就坐在上面飄。這門手藝正在消失。筏子客要在冰冷的水裡拋半輩子，風濕是標配。年輕人不願意學了。現在還能扎筏子的老師傅，全村不到10個人。當你坐在羊皮筏子上，腳下是黃河，頭頂是200米的石壁，那一刻你會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你不是在旅遊，你是在參加一場即將落幕的儀式。從第10名開始，風景就不只是風景了，它開始有名字，有年代，有人在裡面留下過東西。第10名是一座山。4000年前，傳說有一個人爬上去，問了2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對方拒絕回答。那個人叫黃帝。第10名崆峒山。第10名甘肅平凉崆峒山，海拔2100多米，山體是丹霞地貌，所以你会看到一個很奇特的組合。赤紅色的巨大岩壁上長着蒼翠的松柏，松柏之間嵌着一座座灰瓦的道觀。崆峒山被稱為道教第1山，這個說法的源頭在《莊子·在右》裡。書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黃帝在位19年，天下大治。
但他仍然感到困惑。他听说崆峒山上有一位得道之人，名叫廣成子，於是親自前往求教。第一次去，皇帝問的是：我想取天地之精華來幫助五穀生長，養育百姓，該怎麼做？廣成子拒絕回答。皇帝退回去獨居3個月，再來。這一次，他跪着西行向前。他問的問題變了。他問：怎樣修養自身才能長久？這一次，廣成子回答了。我特別喜歡這個故事，因為它藏着一個非常鋒利的道理。第一次，皇帝問的是：我如何管理世界？第二次，他問的是：我如何管理自己？只有第二個問題得到了答案。必須說明，這是先秦典籍中的記載，屬於哲學寓言，不是可考的信史。莊子寫它，本來就是為了講道理，不是為了記流水賬。但寓言有寓言的力量。4000年來，無數人爬上這座山，不是為了驗證皇帝來沒來過，而是為了向自己重問一遍那個問題。崆峒山最險的一段叫上天梯，300多級石階，最陡處接近70度，你必須手腳並用，幾乎是趴着往上爬。爬的時候不能回頭看。當地有句老話：上天梯不回頭。你爬到一半，渾身是汗，腿在抖，那一刻你会突然懂，所有的求道本質上都是體力活。另外，崆峒山還是中國傳統武術流派之一，崆峒派的發源地。清晨你在山上走，常常能撞見練拳的人，他們不表演，只是練。看見你，點個頭，繼續。第9名是這份榜單裡最不像中國的地方。沒有一棵草，沒有一隻鳥，沒有一間房子。去過的人回來只會說一句話：那不像地球。第9名外星谷。第9名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這是甘肅最西端，緊鄰青海和新疆。先給你一個數字，感受一下這個地方有多空。阿克塞人口不足2萬，面積卻超過3萬平方公里。平均下來，每平方公里不到1個人。這是什麼概念？如果把整個阿克塞的人平均撒開，你走10幾公里，可能見不到第2個活人。就在這片土地上，有一段峽谷地帶，近年來被到訪者稱為外星谷。這個名字不是官方命名，它來自最直接的觀感。沒有植被，沒有水，地表是龜裂的，顏色是褐紅和灰白交替的，侵蝕溝像血管一樣密密麻麻爬滿山體。你站在那裡，視野裡沒有任何一樣東西，
能提示你這是地球。沒有樹，沒有草，沒有房子，沒有電線桿。我們的大腦其實一直依賴這些參照物來確認自己的位置。當參照物全部消失，人會產生一種非常強烈的失重感。這就是外星谷最獨特的價值。它不提供美，它提供的是陌生。我想說一件可能有點跑題的事。現代人最大的困境之一，是我們的世界越来越熟悉了。你打開手機，算法推給你的是你喜歡的東西。你走進商场，全國的商場長得一模一樣。你去旅游，網紅打卡點的照片你早就看過100遍。我們被熟悉的東西包圍着，然後變得越来越麻木。而陌生是唯一能把人重新叫醒的東西。在外星谷，你會重新变回一個笨拙的、警覺的、什麼都不懂的生物。你會重新開始四處看。你會重新問，那是什麼？這種狀態，我們上一次擁有大概是3歲。另外還有一件事，因為極低的人口密度和乾燥的空氣，這一帶是中國最好的暗夜觀星地之一。入夜之後，银河會亮到在地上投出影子。你躺在一片不像地球的土地上，抬頭看着整個银河系。那一刻，你會真正理解一件事：我們所有的焦慮、爭執、得失，都發生在一顆很小的石頭上。第8名，比外星谷更荒。荒到古代的商隊寧可繞路幾百里，也不敢從它中間穿過去，因為那裡的風會叫。第8名，雅丹魔鬼城。第8名，敦煌西北180公里，雅丹魔鬼城。雅丹這個詞來自維吾爾語，原意與陡峭的土丘相關，後來被地質學採用，成為一類風蝕地貌的正式名稱。也就是說，這是中國少數幾個由中國地名進入國際學術詞彙的地貌類型之一。它的形成機制並不神秘。這裡曾經是湖泊沉積區，地層是水平的泥岩和砂岩糊層。後來湖水退去，氣候極度乾旱，而這一帶常年盛行強勁的西北風，風帶着沙粒，年復一年地打磨地表，軟的層被掏空，硬的層留下來。幾千上萬年後，就形成了這些走向高度一致的長條形土丘。注意那個走向一致，所有的土丘都朝着同一個方向，因為塑造它們的是同一股風。這就是為什麼從空中看下去，它像一支列隊的艦隊。當地人和遊客給核心區起了個名字——西海艦隊。航母、巡洋艦、潛艇，一艘挨着一艘，靜靜地泊在戈壁上，等着一場永遠不會來的出征。至於魔鬼城這個名字，
來源更直接。這裡的風會叫。當大風穿過土丘之間的間隙，氣流被擠壓、切割，會產生各種頻率的笑聲，有的像哭，有的像笑，有的像很多人在遠處低聲說話。古代走絲路的商隊會盡量避開這片區域。《大唐西域記》裡，玄奘對西行途中所經的荒漠有過描述，那裡沒有水草，沒有飛鳥走獸，行人常常迷失方向。你可以想象那個場景，一支驼队在沒有 GPS、沒有地圖、沒有補給的年代走進這樣一片地方，四周全是長得一模一樣的土丘。太陽下山之後，風開始叫。有多少人走進去，就再也沒有走出來。我們今天說絲綢之路，說得很輕鬆，4個字，很浪漫。但那條路的真實成本是屍骨。商隊出發前要立遺囑。玄奘西行的時候是偷渡出關的，走到最險的一段，4天5夜滴水未進。這條路上流動的每一匹絲綢，每一卷經書，都是有人用命換過來的。而這片雅丹，就是那條路上最著名的一道鬼門關。這裡安靜的時候是絕對的安靜，沒有蟲鳴，沒有鳥叫，沒有樹葉響。你能聽見自己的血在耳朵裡流動，那是一種非常純粹的孤獨。很多人來這裡之後說，突然就不焦慮了。我覺得原因很簡单，在一個已經死了幾萬年的地方站10分鐘，你會自動把自己的煩惱重新稱一遍重量。從第7名開始，我們要進入這份榜單的前一半了。第7名是一座被4座石峰圍住的村莊。100年前，一個外國人走到那裡，站在山口上，久久沒有說話。後來他離開了中國，直到死都想回來。第7名，扎尕那。第7名，甘南迭部縣扎尕那。藏語裡這3個字的意思是石匣子。你看它的地形，就知道這個名字有多準確。4座巨大的石峰從東南西北4個方向圍合，中間圍出一塊平緩的谷地。谷地裡散落着4個藏族村寨，這就是一座天然的城。石頭是城牆，雲是屋頂。1925年前後，一位名叫約瑟夫·洛克的西方植物學家和探险家在中国西部進行長期考察，他的足迹遍及雲南、四川和甘肅南部，也到過迭部一帶。他把這些地方的照片和記錄寄回美國，發表在《國家地理》雜誌上。這些圖文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系統性地看見中國西南與西北交界處的山地世界。有意思的是，洛克本人對這片土地的感情遠遠超出了一個科考人員應有的分寸。他在中國待了20多年，晚年離開後一直想回來，
最終客死他鄉。我常常想，一個人要在一個地方感受到什麼，才會想把餘生都留在那裡。我猜是完整。現代人的生活是碎的，工作是一塊，家庭是一塊，情緒是一塊，中間沒有連接。我們上班的地方不是我們生活的地方，我們賺錢的方式跟我們養活的人中間隔着幾十公里的通勤。但在扎尕那，你會看到一種完整的生活樣本。清晨，男人趕着牦牛上山，女人在院子裡曬青稞，孩子沿着石板路跑去學校，老人轉着經筒一圈又一圈。天黑了，所有人回到同一個屋檐下，圍着火塘吃飯。日出勞作，日落休息，沒有一個環節是多餘的，也沒有一個環節能被跳過。這不是落後，這是一種我們已經弄丟了的秩序。扎尕那還有一樣東西值得單獨說，它保留着一種非常古老的農林牧复合系統。山上放牧，山腰種青稞，山下是森林和水源，三套系統互相供養，運轉了幾百年。這套模式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列入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錄。也就是說，扎尕那不只是好看，它是一份還在運行的、活着的古代智慧樣本。而扎尕那最震撼的時刻是雨後的清晨，雲海會從谷底湧上來，把村莊整個吞沒，只留下4座石縫的尖頂浮在雲上。那一瞬間，你分不清自己是在人間還是在別處。當地人管這個叫仙境，他們說得很輕描淡寫，因為他們看了一輩子。第6名是這份榜單裡第一個世界遺產，它是一座懸崖，崖壁上凌空掛着一條棧道，棧道盡頭的洞窟裡站着一個小和尚，他已經笑了1500年。第6名，麥積山石窟。第6名，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它是一座孤立的紅砂岩山峰，高約140米。因為形狀像農家堆放的麥垛，所以叫麥積山。石窟始鑿於16國後秦時期，大約在公元4世紀末。此後，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歷代都有開鑿和重修。現存洞窟190多個，泥塑和石雕造像7000餘尊，壁畫1000餘平方米。2014年，麥積山石窟作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的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裡要先說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實：中國4大石窟，甘肅占了2個，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麥積山。
另外2個，雲岡在山西，龍門在河南。一個省占了半壁江山。而麥積山最了不起的不是數量，是它的材質。敦煌是壁畫，雲岡、龍門是石雕，而麥積山是泥塑。泥塑有多脆弱？它怕水，怕震，怕潮，怕干。一场大地震，一次漏雨，就可能让一尊像化成一堆土。可它偏偏在一座垂直的悬崖上扛過了1600年。要看这些像，你必須走栈道。麥積山的栈道是凌空架在崖壁外側的，最高處離地70多米，走上去腳下是空的。古人有句話形容它：密如蜂房，懸如蜃樓。你貼着崖壁橫着走，風從耳邊過，一個個洞窟在你身側掠過。那種感覺不像參觀，像在攀爬一部立體的歷史。而在第133窟裡有一尊像，被稱為東方的微笑。那是一個小沙彌，他很矮，站在一群高大的佛像中間，幾乎不起眼。他微微低着頭，眼睛半閉，嘴角向上翹起一點點。那不是莊嚴的笑，不是慈悲的笑，不是神的笑，那是一個孩子在偷偷地開心的笑。塑他的那個工匠，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名字。我們只知道1500年前，在這座懸崖上，有一個人用手指捏出了這個笑容。那個年代是什麼樣子？南北朝，戰亂不斷，人命如草。史書上記載的是屠城，是饑荒，是流民。就在那樣的年代，有一個人蹲在崖壁上，一點一點地捏一個孩子的笑臉。我每次想到這個畫面，都會有點想哭，因為這說明了一件事：人類在最黑暗的時候，仍然記得美是什麼樣子。第5名是一條走廊，全長超過3公里，2000多個轉經筒。有人一天走3圈，走了40年。我問過他：“您在求什麼？”他的回答讓我想了很久很久。第5名拉卜楞寺，第5名甘南夏河縣拉卜楞寺，建於1709年。創建者是第一世迦木仰活佛，他是藏傳佛教格魯派6大寺院之一，也是格魯派在安多地區的最高學府。注意我用的詞“學府”。很多人以為寺院只是燒香拜佛的地方，但拉卜楞寺不是。它有6大學院：文思學院、時輪學院、醫藥學院、喜金剛學院、上須部學院、下須部學院。這
這裡教哲學，教天文歷算，教藏醫藏藥，教梵文。一個僧人要完成完整的學制，往往需要10幾年到20幾年。這個時長超過我們從小學讀到博士。而他們的考試方式叫辯經。你去看辯經場，會以為在吵架。站着的人猛地擊掌、跺腳，大聲拋出問題；坐着的人必須立刻回應，不能沉默，不能含糊。擊掌那一下，據說有含義，右手代表方法，左手代表智慧，兩者相擊，斬斷無名。我第一次看辯經，看了2個小時，一句藏語也聽不懂。但我看懂了一件事：這些人不是在背誦，他們是在真的思考。拉卜楞寺最著名的是那条轉經廊，2000多個轉經筒首尾相接，環繞整個寺院，全長超過3公里。走完一整圈，快的也要1個多小時。每天天不亮就有人開始走，他們中有80多歲的老人，拄着拐，一步一步地推；有抱着孩子的年輕母親；有從青海、四川步行幾個月過來的朝聖者，膝蓋和手掌上綁着厚厚的護具。我曾經問過一位在這裡轉了幾十年經的老人：“您在求什麼？”他的回答翻譯過來大概是這樣：“我不求什麼，我只是每天來。”這句話我想了很久。我們這代人做每件事之前都要先問有什麼用，回報是什麼，多久能見效？而在這條3公里的走廊上，有一群人用一輩子在做一件不問回報的事。你可以不相信他們的信仰，但你很难不尊敬那種堅持本身。因為在這個什麼都可以放棄的時代，能把一件事重複40年，本身就是一種奇蹟。好，從第4名開始，是這份榜單的頂級奇觀。第4名是一片會變色的山，它的每一道條紋都是一個失落的氣候年代，而它真正的高光時刻，全中國90%的游客都錯過了。第4名，七彩丹霞。第4名，甘肅張掖七彩丹霞。河西走廊的正中央，這裡的丹霞顛覆了所有人對山的理解。它不是灰的，不是綠的，它是彩色的。這些顏色不是染上去的，是时間燒出來的。大約1億年前，這裡還是一片內陸湖盆。白堊紀的氣候在乾旱和濕潤之間來回橫跳，一層一層的泥沙沉下去。鐵在氧化環境裡變成赤紅，在還原環境裡變成青灰，混着鈣、鎂、錳就成了黃，成了白，成了紫。然後青藏高原開始隆起，
板塊的力量把這片湖底整個掀起來，凝一下，再讓風和雨用幾百萬年慢慢消。於是湖底的年輪被豎着切開，攤在了太陽底下。你現在看到的每一道彩色條紋，都是一個失落的氣候年代。但我要說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絕大部分遊客來錯了時間。他們中午來，拍完照就走。可正午的陽光是白的，會把顏色洗掉。你拍出來的照片永遠比不上宣傳圖。真正的高光时刻有2個：日出後的1小時和雨停後的半小時。雨後的丹霞是會流血的，濕潤的顏面飽和度會暴漲，紅得像剛滲出來的一樣。我認識一位在張掖拍了11年的攝影師，他說他從來沒拍到過2張一樣的照片，因為顏色取決於濕度、角度、雲的厚度。這片山每一秒都在換臉。還有一件事挺有意思的，在丹霞成為網紅之前，它只是當地老百姓口中的紅山灣。放羊的人天天從上面走過，誰也沒覺得它有什麼特別。美有時候需要一個外來者的眼睛。2009年，一個劇組來這裡拍電影，鏡頭一開，全中國才發現，原來我們家裡藏着這麼一塊寶。我想這也是我做這條視頻的原因。甘肅不是不美，是我們從來沒有認真看過它。第3名是一个連物理學都要繞道走的地方。一汪水被4座沙山圍了2000年，沙子每天都在往下掉，可它就是没有被埋掉。第3名鸣沙山月牙泉。第3名敦煌城南5公里鸣沙山月牙泉。先說鸣沙山，這裡的沙子會響，當人從沙脊上滑下，或者風以特定的方式吹過，會發出低沉的轟鳴。這個現象在世界上有多個地點被觀測到。一般認為，它與沙粒的粒徑均勻度、含水量和表面狀態有關，是沙層滑動時產生的共振。但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被沙山圍住的那一汪水——月牙泉。它的形狀像一彎新月，東西長約100多米，四面被高大的沙山包圍。這裡有一個所有人都會問的問題：為什麼它沒有被沙子填平？通常的解釋與地形和風向有關。月牙泉所處洼地四周沙山的走向，形成了特殊的風場結構。風吹進洼地後，會沿着山壁向上旋，把落下的沙子重新帶回山頂，形成一種動態平衡。也就是說，沙子每天都在往下掉，但每天又被送回去了。這個平衡維持了至少2000年。
文獻中對這一帶泉水的記載可以追溯到漢代，也就是說，漢朝的士兵在這裡喝過水。唐朝的商隊在這裡飲過馬。玄奘西行很可能從這裡經過。他看着這條絲路開，也看着這條絲路關。但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一件不那麼浪漫的事。上世紀，由於周邊地下水的大量開採和生態變化，月牙泉的水位曾出現明顯下降，水域面積縮小，一度面臨干涸的風險。你想想，這有多諷刺！能撐過2000年風沙的泉，差點沒撐過幾十年。後來，敦煌啟動了應急水源補給和地下水位恢復工程，控制周邊開採，實施生態輸水。經過多年治理，泉水水位得到了回升和穩定。我講這段不是為了掃興，是因為我覺得月牙泉的故事在最近這幾十年裡才真正變得完整。前2000年，它證明了自然的頑強；後幾十年，它證明了人的責任。當你站在鳴沙山頂，看着那一灣水靜靜地躺在沙的中央，你看到的不只是一處奇景，你看到的是一場談判的結果。人和沙漠坐下來談成了。去的話，日落时分一定要爬到最高的沙脊上。整片沙山會在十幾分鐘裡，從金黃到橙到深紅到紫。風停了，鳴沙不響了，安靜的能聽見自己的呼吸。而下面那灣水會映出最後一點天光。接下來是第二名。如果說前面12个地方講的是風景，那麼最後這2個講的是我們是誰。第二名是一座關，它站在祁連雪山和黑山之間最窄的那個口子上，600多年一步沒退。而在它南邊7公里有一座土墩，守那座土墩的幾個人，史書上連一個名字都沒有留下。第二名嘉峪關，第二名嘉峪關，始建於明洪武5年，公元1372年。這一年，明將馮勝率軍平定河西，在嘉峪山西麓這片最狹窄的地帶，明軍開始駐關。為什麼選這裡？你看地圖就懂了。南邊是祁連山，北邊是黑山，兩山之間的通道最窄處只有15公里。這是整條河西走廊最細的那個腰，卡住這裡就卡住了整個西域進入中原的咽喉。此後160多年，明代對這座關進行了持續的加固和擴建，最終形成完整的防禦體系，內城、外城、城壕3重城郭，多道防線。它被稱為天下第一雄關。關於嘉峪關，流傳最廣的是一個關於磚的傳說。傳說修關的時候，有一位工匠名叫易開展。
他精於計算，負責核定用磚數量。監視官問他要多少塊磚，他報出了一個精確的數字。監視官不信，說如果多一塊或者少一塊，就砍你和所有工匠的頭。工程完工，所有的磚用完，只剩下一塊。監视官大喜，說你算錯了。一開戰說，這塊磚是定城磚，是神仙放的，動不得。動了，城就塌了。那塊磚一直留在會稽樓的後檐台上600多年，沒人敢動。我要說明，這是民間傳說，正史無載。但傳說往往比史實更能說明人心。這個故事真正想說的，從來不是那塊磚。他想說的是，在那個人命最不值錢的年代，一個普通工匠唯一能護住自己和同伴的東西是他的手艺，是精確，是不出錯。他沒有權力，沒有背景，沒有靠山，他只有一樣東西，他真的懂。這就是中國工匠的底線，也是他們的尊嚴。但嘉峪關最讓人心裡發緊的地方，其實不是關城，是往南7公里的長城第一墩。那是一座黄土夯筑的烽火台，孤零零地立在討赖河大峽谷的邊上。墩台下面是幾十米的垂直落差。600多年前，這裡住着守軍。史料記載中，明代編墩的守軍人數通常很少，有的墩台常住不過數人。你想象一下那種日子，幾個人，一座土墩，方圓幾十里沒有村莊，夏天40度，冬天零下20度。每天的任務就是盯着西邊。盯什麼？盯有沒有煙，有沒有塵，有沒有馬蹄聲。一旦看見了，就點狼煙。點完，他們跑不掉。他們的作用是讓後面的人有時間。我在长城第一墩站過很久，風很大，什麼也聽不見。我想的是，那些人名字一個也沒留下來。我們記得祝逢生，記得注意開戰的傳說，但那幾個在墩上盯了一輩子西邊的人，史書裡連一個字都沒有。可是這道關就是他們守住的。往北還有一段懸壁長城，沿着黑山的陡坡直直地爬上去，坡度接近45度。你手脚并用往上爬，爬到一半会喘不上氣，然后你回头，整片戈壁在你脚下摊開。祁连山的雪線在南邊閃着光，關樓小得像一枚印章，蓋在這片黃色的大地上。那一刻你會明白守土2個字到底有多重。好了，
第1名。它不是最美的，不是最险的，也不是最难到達的，它只是一面牆。1900年，一個道士在清理積沙的時候，無意中掃開了它。從那天起，中國近代最痛的一道傷口被打開了。而這道傷口的另一面是3代人用一生去填的坑。第1名，莫高窟。第1名，敦煌莫高窟。公元366年，前秦建元2年。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載，一位名叫乐准的僧人途经此地。傍晚时分，他抬頭看見对面的三危山在夕陽下金光萬道，狀若千佛。他被鎮住了，於是他在崖壁上鑿下了第1個洞窟。這一鑿鑿了1000年。此後的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10個朝代，無數工匠和信眾在這面長約1600米的崖壁上不停地開鑿、繪製、塑像。今天的莫高窟現存洞窟700多個，其中有壁畫和彩塑的洞窟490多個，壁畫總面積約45000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這是什麼概念？如果把這些壁畫連起來展開，是一條長達20多公里的畫廊。你從頭走到尾，要走一整個下午。而牆上的畫會從北魏畫到元代。你等於用1個下午走過了1000年的中國審美史。而且我要提醒你一件事，莫高窟不只是藝術，它是史料。因為古代中國的繪畫絕大部分只留下了文人畫、宮廷畫。老百姓怎麼生活的，穿什麼，吃什麼，用什麼農具，怎麼結婚，怎麼下葬，正史裡幾乎不寫。但莫高窟的壁畫裡全都有，有耕地的，有打鐵的，有釀酒的，有做買賣的，有踢球的，有小孩上學的。它是中國古代唯一一部用圖像記錄了1000年平民生活的百科全書。但莫高窟的故事在1900年轉了一個彎。那一年，一位名叫王元祿的道士在清理第16窟的積沙時，發現北側甬道的壁面下有一個封閉的暗室。打開之後，裡面堆滿了寫卷、卷畫、法器。這就是震動世界的藏經洞第17窟。洞裡封存的文物數量以萬計，年代從公元4世紀一直延續到11世紀，內容涵蓋佛經、道經、儒典、史籍、賬簿、契約、詩歌、樂譜、醫方、星圖。它不只是佛教文物，它是一個完整的中古社會切片。接下來的事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的痛。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抵達敦煌。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到來。此後還有俄國、日本等國的探險隊。通過各種方式，大量藏經洞文物被带離敦煌，
流散到世界10多個國家的博物館和圖書館。陈寅恪先生曾經寫下一句話，後來被無數人引用：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事也。我講到這裡，必須要克制，因為憤怒是最容易的情緒，也是最沒用的情緒。我更想講的是另一批人的故事。1943年，一位畫家放棄了在巴黎的藝術生涯，回到中國，來到敦煌。他叫常書鴻。當時的莫高窟是什麼樣子？沒有路，沒有電，沒有水。洞窟前堆滿流沙，有的洞口被沙埋了一半。他帶着幾個人住在破廟裡，喝苦水，冬天靠一個火爐。他的妻子受不了那種苦，離開了。他的女兒在戈壁上長大，但他留了下來，一留就是幾十年。他之後是段文傑。段文傑臨摹了300多幅壁畫，在洞窟裡一畫就是一整天，靠一面小鏡子反射陽光照明。洞窟裡沒有電，他所有的光來自那面鏡子。在之後是樊錦詩。1963年，他從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來到敦煌。那一年，他25歲。她和丈夫兩地分居了19年。19年，她的2個孩子，一個跟着她在戈壁，一個送到千里之外的親戚家。她做了什麼？她推動了莫高窟的科學保護體系建設，主持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的考古報告工作。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並推動了數字敦煌。這個想法在當時聽起來近乎異想天開。用高精度數字技術，把每一個洞窟、每一寸壁畫永久地記錄下來。因為他比誰都清楚一件事：壁畫是會死的。泥胎會酥鹼，顏料會氧化，遊客呼出的水汽和二氧化碳會加速病害。莫高窟的壁畫正在以肉眼看不見的速度一天天變淡，它擋不住時間，所以它要在時間營之前把它們全部複製一遍。今天數字敦煌已經把大量洞窟實現了高精度數字化，其中一部分向全球免費開放。你現在坐在家裡，打開手機就能看到1600年前的飛天。我想說一句可能有點重的話：100多年前，我們守不住這些東西，是因為國家沒有能力。而今天，我們不但能守住它們，還能把它們做成數據，送到全世界每一個人手上。從1900年的那面牆到今天的服務器，中間隔着的是3代人的一生。這就是我把它排在第1名的理由。因為它不只是甘肅最美的地方，它是中國人用100年時間從失去到夺回的地方。14個地方，
我們到這數完了。從美人草原的一片綠到莫高窟的一面牆。現在我想問你一個問題，看完這14個地方，你有沒有一種感覺？甘肅好像不是一個省，它像是好幾個省被硬拼在了一起。它的南邊是長江流域，能種茶葉；北邊是巴丹吉林沙漠。它有全国前列的草原面積，也有中国最干旱的縣。它有4大石窟裡的2個，也有連一隻鳥都沒有的雅丹。從最南到最西，你要開2000公里。一個省跨越了6個氣候帶。為什麼？因為甘肅的形狀不是行政区划畫出來的，是走出来的。2100多年前，一個叫張騫的人從長安出發往西走，他被扣留了10幾年。最後回來的時候，隨行的100多人只剩下2個。他帶回來的不是財寶，是消息。他告訴漢朝，西邊有很大的世界。從那以後，這條走廊被一寸一寸地打通，設防、屯墾、經營。駝隊開始走，使節開始走，僧人開始走，商人開始走。絲綢往西去，佛教往東來。葡萄、苜蓿、胡桃往東來，紙和冶鐵往西去。於是甘肅變成了什麼？它變成了中國的呼吸道。這個國家通過它呼吸整個世界。所以你在莫高窟能看見希臘式的柱頭，能看見印度式的飛天，能看見波斯風格的連珠紋。你在麥積山能看見北魏的青獸，也能看見盛唐的風雨。因為他們全都是從這條走廊上一批一批走進來的。我們常常說中華文明源遠流長，這8個字聽多了會麻木，但當你真的站在河西走廊上，你會突然懂它的意思。它不是一句口號，它是一條具體的路，1600公里長。路上有關，有城，有窟，有寺，有墩，每一處都有人守過。守的人大多沒有名字，凿窟的工匠沒有名字，塑那個小沙彌的人沒有名字，在長城第一墩上釘了一輩子西邊的士兵沒有名字，在戈壁上臨摹壁畫臨到眼睛壞掉的人，我們只記住了很少的幾個。但正是這些沒有名字的人，把這條路從2000年前一直遞到了我們手上。今天河西走廊上跑的是高鐵，風機在戈壁上轉，光伏板鋪滿了曾經的荒灘，敦煌的壁畫被掃成了數據，全世界都能看見。我們這一代人的運氣好得有點過分。
我們不用手烽火台，不用在洞窟裡靠鏡子反光畫畫，不用眼睜睜看着自己的文物被装箱運走。我們只需要做一件事，记得這条路是怎麼來的，記得那些沒有名字的人，記得我們腳下這片土地不是天然就長成這樣的。如果這50分鐘讓你对甘肃，对我们这个国家多了一點點不一樣的感覺，那我想請你幫我3個忙，就3個。第一，點個讚。這條視頻我們做了很久，光是查證資料就翻了幾十份文獻和地方志。你的一個讚能讓它被更多人看見。第二，在評論區告訴我這個排名你服不服？我把七彩丹霞排在第4，把嘉峪關排在第2。我知道一定會有人不同意，那就來評論區吵一架，告訴我你心裡的第一名是誰，也告訴我甘肅還有哪個地方是我漏掉的。說實話，甘肅太大了，14個根本不夠。你們的留言就是我下一期的選題。第3，如果你身邊有人正好在計劃去西北，把這條視頻轉給他，讓他別只在張掖打個卡就走了。這條路值得慢慢走。關注我，我是愛旅遊，帶你探索地球的每一個角落。